10场离战 Passion。耶！欢迎收听我们的第10场离战 Podcast 节目《10年光彩离战探索》。那我们欢迎林文宇。Hello， 我是林文宇。请他讲一下，因为他是论文组，你的论文主题是什么？你是写什么样的论文内容？对，你可以稍微讲解一下。好，对对对，就是我这次的论文呢，主要就是在写 OTT 平台它成为制作方，就是因为它 OTT 平台本身是一个比较偏向播放，它就比较偏向影像的载体。当OTT 平台转换身份的时候，它到底目前这个状况是成功的，还是它对于我们原本的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，或者是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？就我的论文主要是要讨论这个，然后以马丁·史科西斯的2部作品下去做比较。对，这2部作品是什么？你要不要也稍微讲一下？ OK， 对对对。Irishman 呢，主要是在讲就是你说讲它的内容吗？没有，其实我本来只是讲说是要叫你讲哪2部而已，所以没关系。就是马丁·史科西斯的 Irishman 跟花月杀手，这样就是这2部片。然后一部是之前上过，然后花月杀手是去年上的，然后导演是同一个人，然后只是他们的资方的来源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这2部的回响其实也不太一样。你的论文用了这2部作为研究嘛？你刚才前面有提到说，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出资方嘛，对，所以你是以这个为基准下去写这两个的比较嘛？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？如果要做比较，当然要有一个变动因素，要有固定因素跟变动因素，就是等于说，就是要很多东西一样，只有这个东西不一样。那Irishman 跟花月杀手这2部作品呢，他们一样都是马丁斯科西斯人，然后因为它唯一的变动因素就是Netflix 就他们的出资方 Irishman 是只有 Netflix 独家放映，它没有上戏院，它只有为了奥斯卡上了 Netflix 自己买的戏院。然后花月杀手的部分呢，它是先上了院线之后马上上那个 Apple Plus，所以等于说2方都有，就是它是派拉蒙跟花月杀手是派拉蒙跟Apple Plus 2个一起合制的，对，有点类似合制的形式去，其实应该是 Apple Plus 投啦，然后派拉蒙负责行销，但其实就是合制啦，其实就是合制，所以就因为这个因素，把这2部片就是做一个比较。做一个对比，然后可以去更加的探讨，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使用武力分析，然后波特的武力分析就是一个理论，就是他会去讲这个市场的各种机制，然后去用这武力去检核这个东西是否成功。因为我们刚刚我们说这个论文本身在讨论就是 OTT 平台成为制作方，它是否是成功的，或者是否是可以成为未来就是一个稳定的资方来源，他就是在做这个比较，所以就是拿这2部片来做一个互相的探讨。OK， 好，对。我觉得也帮我们观众科普一下好了，什么是 OTT 平台？因为你的论文中有提到嘛，它是英文的 Over the Top 的缩写，叫 OTT 嘛。那比如说像 Netflix 啊、Disney Plus 啊等等，这些都算是 OTT 平台。那他们，你可不可以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OTT 平台？主要就是几个关键字，携带方便的、可携带式的，然后它可以是就是播放影片、播放电影的一个载体，它就称之为 OTT。所以刚刚提到的Netflix、爱奇艺，或者是Apple Plus， 或者是 Disney Plus， 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范畴内的东西。那刚刚其实在 regal 之前就是Nielsen 有提到 YouTube 是不是？对啊， YouTube 也是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不会让它跟 OTT 平台之间做挂钩，一般人的认知可能还是会就像刚刚嘉豪讲，可能会比较跟影视相关的才会这样做挂钩，但是其实它定义上 YouTube 也是。我的想法跟我觉得讲简单一点来讲，是不是比如说像 OTT 平台，它播的就是电影或剧集嘛，它就不会播 YouTube 的影片。它比较偏向的是硬体设备的定义，它比较不会是放映，当然也是放映模式，但它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硬体设备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电影院放映的
电影就不会称之为 OTT， 因为它不可以代理，对，不可以携带，不可以就是穿越不同的地区，然后无远弗届，它不可能，它就只能在电影院这样。那我觉得你提到这点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蕊稿的时候有提到嘛，就是说要参加一些奖项，它是有规定说你的影片或者是你的电影是需要有在电影院放映，你才能嘛。那在 Netflix 现在还是不行的嘛，它还不算是一个放映平台，就是在有一些比赛规定上面是这样啊。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？其实当初制定这个规矩的时候，他只是想要筛选，就是有名，至少是有知名的，而不是谁都可以来投我奥斯卡。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个创立这个机制的那个当下，也并没有什么 OTT 平台。后来这个规定在 OTT 平台出现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 bug。因为 OTT 平台本来就不会在戏院出现。现在好简单来说，就是奥斯卡其实是不喜欢 Netflix 这种东西，他们是看不起的，因为他们会认为影像这件事情，就电影这件事情，它必须存在于电影院，不然怎么叫电影？那就 YouTube 就好了，那就电视就好了。我做那么高规格的东西，我做这么好的声音，我不在电影院放，那我拍这干嘛？我干嘛用那么好的设备？我干嘛花这么多钱？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历经很多，比如说你看后现代主义之后，很多规矩被打破，很多东西都是破碎的，然后我们也不讲求那种循规蹈矩的规矩。那真的是这样定义吗？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有变化，就是电影真的只能在电影院放映才称之为电影吗？那 Netflix、OTT 平台那些不是电影吗？其实我觉得这是会改变的，然后也是流动的，有待讨论的。这个规矩现在就变得有点只是一个形式，就像我讲的，因为你看 Netflix， 我就买一个戏院啊，我就放我就过了，他还是挡不了他不喜欢的东西，所以就 maybe 这个东西它其实之后也许过几年更多 OTT 平台串流变成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转型为制作公司的时候，整个势力更加的完善的时候，它这个东西说不定会改变。你前面就是也分享了很多嘛，那你觉得 OTT 平台的出现对于创作者或者是对于电影产业，它是一种挑战，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反而是一种优势，可以让更多人没办法去电影院看的人可以看到作品，反而它是一种优势吗？还是对我觉得你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？这个角度又要分两个，就是你是创作者还是观众。就观众来说，刚刚你讲的一点很好啊，就是你可能之前都看盗版的，那现在有一个正常可以尊重创作者的一个平台，那这个固然很重要，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配合戏院的时间啊。像你看高雄一些文艺片，那一天只有3场，我怎么可能配合得了？那回到创作者的角度，你说今天 OTT 平台其实制作了非常多创作者，因为你知道上戏院其实是要花很多行销成本的。对，我们也都知道，就是老师上课也都有讲到，就是我们可能开销出去，就是花费的费用可能 maybe 1亿，然后5000万是拍摄，5000万是行销。对，那如果今天我只在 OTT 平台上映的话，我的成本其实可以大幅减少。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更多创作者去推出自己的作品。创作者一定会觉得，我的片我做出来，我当然会想要在电影院放啊。可是如果今天 OTT 平台是可以至少让你做出这个片，虽然说你可能没办法在戏院看到自己的片，但是至少它可以让你拍出这个片，而且有这个平台去放映，那何乐而不为？对于 OTT 平台的成为一个制作方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我觉得心里是蛮复杂的，但总归来说是感恩的，因为其实 OTT 平台给予创作者的创作自由非常的大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原本那个史蒂芬·史匹柏就拍 E.T. 的，对他本来也不想上，他非常讨厌 OTT 平台，可是后来他也妥协，他最近跟 Netflix 签约了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新闻报很大，因为他给予他很稳定的资金，而且他给他最大限度的创作，对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！你不用被人说，你这个剧本要改，你要塞我的男主角、女主角，就是没有这种 bullshit。我觉得现阶段比较可以讨论是，会不会 Netflix 成为霸主之后，那他垄断了其他，让这些人的资金，或者是让他们片源什么越来越少，
会会不会？然后大家会转移到 Netflix 平台吗？其实不太可能呢，因为你想想看 ，Apple Plus 怎么出现 ？Apple Plus 是卖 Apple 手机，它的钱就是这个是有时候，当然口碑啊、地位啊很重要，但是钱也很重要。通常会做 OTT 平台，它本身不会是直接就是我一个东西横空出世，我创立一个 OTT 平台。我就要买，通常它会有个前身，像 Netflix 前身是一个卖录影带 DVD 带，点，那会不会成为霸主？其实跟权力跟钱有关。你说 Netflix 在 OTT 平台的权力是不是最大？从某个角度是，但从某个角度不是。为什么？Netflix 在好莱坞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比较微妙，它不全然是绝对优势，因为它的一些行径呢。比较没有让大家那么喜欢，所以其实就他不是那么，他就是想要我宣扬，就是我 OTT 也可以成为你们电影一样。可是其他可能刚出来 OTT 平台，或者我刚刚说的 Apple Plus， 他们会觉得，那我就是跟大咖合作看看啊，或者是建议大家也会上戏院，就它是比较多软式的去跟之前产业做结合，然后 Netflix 就一直冲，就觉得我就是要当老大，我就是要证明 OTT 平台有多厉害，所以其实。它算强势吗？它算有一定的口碑，因为我们讲 OTT 平台，我们一定会想到 Netflix，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权利。而且我觉得 OTT 平台本身的流动性呢，它因为就包含现在的时代氛围，我觉得那时候，八大巨头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不止钱跟权，还有当下的时代性。然后现在的时代性呢？以及 Netflix 本身的体制，很明显的，再加上 OTT 平台本身这个东西的性质，它就不会让这个东西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好，最后我觉得你可以请你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，就是你觉得推荐学弟妹们写论文吗？写论文吗？论文没有你想那么简单，要写是吗？不是就这样打一打就好了吗？wow no！ 对，wow no！ 我是最没有资格讲说论文很好写这句话，我是里面进度最落后的那一个。写论文你要有一个很专心的心，可能比你排比还要更专心。可是论文就是你要 focus 上，你要在那个状态里面，因为你一旦消失了，你就消失了。就像我现在消失再回来，我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东西脱离太久。对，就是我因为上半年整个都不在，去年都不在学校，然后就很多东西又落掉了，就对。虽然说学分什么都还好，可是论文课我就没有上到啊，就是会变得很对不起小七老师 ，I'm sorry。你可以那个延毕，然后再不行延毕，不要再延毕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到最后了，当然要欢迎我们的。嘉宾来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毕业影展。5月20号到5月24号，我们在一手的1楼我们会有静态展，对，然后综合大楼的1楼会有静态展，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活动，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其他的刚刚看到之前的论文组，还有接下来的影片组，我们都有就是准备一些东西，然后让大家来看的。同学们就是参与，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对影视很好奇啊，或者是就是觉得很就是好奇啊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，都欢迎来现场找我们哦。如果想要跟文宇聊天啊，他能言善道，可以多跟他聊一聊。就想聊天的，记得我们5月20到24在仲教1楼有影展，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第4场影展。